大家好，我是阿庆。现在呢，到4月底之前呢，都还是结头菜的产季。那之前我分享过蛮多结头菜的料理，有凉拌的，比较偏台式的，有卤的。那今天我专门为了一集结头菜料理来做4种的变化。好，那结头菜我就不多介绍了。你想要了解结头菜它要怎么样的挑选品质好的，你可以去参考我之前那一集凉拌结头菜，我都有很仔细的跟大家分享。头尾先切掉，结头菜的底部它的粗纤维非常的硬，所以切的时候你要特别的注意，因为它是圆形状会滚啊。再来就是顺着它的圆，把粗纤维的地方切掉，底部呢再修一下。你一定要修到没有看到这个粗的纤维组织这里，把它削掉，因为这个呢你根本咬不烂。今天第一道我要做牛肉汤，那这个牛肉汤我只要半颗结头菜就好。会再切对半，这个我会切大块一点，因为牛肉汤它要炖的时间比较久，大块一点跟着牛肉一起下去炖，炖到牛肉软烂的时候，你的结头菜也不至于烂掉。牛蒡跟牛肉汤是非常搭的食材，再来跟结头菜也很搭，所以这一道汤香气的来源之一，牛蒡占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牛蒡直接去皮。去完皮的牛蒡切滚刀块，小滚刀就好了哈。再来芹菜，芹菜是汤煮好后最后加提味用的，切成细碎状。我还切一点粗一点的葱粒，也是汤等一下起锅提味用的。蔬菜类都准备好了，最后来用肉类的食材。今天我用的是牛肋条，牛肋洗干净之后擦干表面的水分，直接切大概3.5公分的大小。我这里准备一锅水，冷水的时候加去，快速的烫一下就好，不要烫太久，不然它的精华甜味会流失掉。它稍微有变色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像我刚刚讲的，不要烫太久哦。好，准备一锅1800cc 的热水，把烫好的牛肉来倒去。这有个问题哦，下面的血水到底要不要加下去呢？加下去没关系，因为这是它的精华。把牛蒡、结头菜都跟着加下来，炖的时候3片就好，3个薄片的姜，放姜主要是要让汤头稍微提味，然后把牛肉的肉味中和一下，但不要太多。来，我今天还有放一个让蛋白质更丰富的食材腐竹。为什么要放腐竹？腐竹很耐煮，非常适合拿来做炖汤。腐竹洗干净之后呢，直接硬硬的这样子的状态放下来一起炖，最后要加酒。我今天用的酒稍微特别一点，但也很好买，叫花雕酒。这一道汤用花雕酒来炖，你会得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清香，而且又很开胃，好喝。你真的可以试试看。如果家里没有花雕酒的朋友，你就用一般的米酒或是绍兴酒来取代都可以。花雕酒4大匙，滚了之后转小火，盖上锅盖，炖煮1小时又15分钟。第二道要来做泡菜。我今天要把它做的像臭豆腐那种泡菜，刚刚用一半的结头菜，先把它切对半，再对半，最主要是要把它切成薄片状，好，稍微斜斜的刀，好，起来像这种形状。今天这个泡菜我还有加一点高丽菜在里面，好，有2种的口感，味道蛮不错的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切好之后一样放进来，因为要一起杀青。好，我这里加1小匙的盐，1小匙的糖，你要白糖、2砂糖都可以。开始杀青，一开始先不要大力抓，因为它还没软化之前，你抓下去它是断掉，这个很重要。抓到这2种蔬菜它已经出水，然后明显的软化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盐下去，不断的这样子轻轻的抓它，总共5分钟，你会得到的是这样，有没有看到下面有水分，然后高丽菜跟结头菜都有软化了。这样好之后，我们要做一件事，让这个泡菜更好吃。你先把腌好的泡菜把它弄尖尖的，好，先盖上一层保鲜膜，再把它盖上去菜里面，把它整个压住。拿一个比这个原本盆子小一点的碗装满水下去重压它。我觉得最佳的时间是2个小时，赶时间1个小时也可以。压是主要让它杀青透彻，把蔬菜里面的生味、生汁逼出来，留下的是脆口
跟鲜甜的口感。好，我们来调腌泡菜用的糖醋汁，白醋300cc，冰糖80克。如果你想要换成一般的白砂糖也可以，只是冰糖的甜味，我觉得它比较舒服，而且会回甘。再来无籽话梅、韩国柚子酱1大匙。最后呢，加1/4小匙的盐，这些就是腌泡菜的调味料，搅拌均匀。不用担心哦，这个冰糖不会融化，因为泡菜杀青也需要时间。你先把糖醋酱调起来放着，它一定会融化。如果你想要让它快速，2种方法：一，进微波炉稍微打微波一下，让它有温度快速融化；第二，隔水加热融化，这样子都可以。来，我的结头菜跟高丽菜杀青时间到了。先放旁边，杀青的很彻底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2种口感在一起真的非常的棒。来，把里面多余的汤汁挤掉，再来把挤干的这个菜呢再放回去，里面的水倒掉。来，这里要注意，要洗这个腌好的菜的水，要么是煮滚过的冷开水，或者是逆渗透的水。洗菜这个动作，我建议洗2次。洗的过程中，用搓洗的方式，要把多余的咸分把它给洗掉。来，洗好后，你把它拿起来，一样水分尽量把它挤干，直接放到调好的这个泡菜汁里面。最后我会放青龙椒，因为青辣椒会辣，青龙椒不太会辣。如果你要把它放成红色的大辣椒也可以。家里不吃辣的，你可以照我这个方式放青龙椒。好，搅拌均匀之后，来，基本上这样就完成咯。但是你要让它腌制一下，我觉得1个晚上的味道是最刚好的。再来，结头菜焖饭这一道呢，做法也简单，最重要的是煮饭的这个汤。听好，是汤不是水哦。我们来做汤，水滚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关火。然后直接把这个柴鱼片全部倒下来，然后让它泡一下，泡大概15到20分钟就好。我跟大家分享，我在做这种柴鱼高汤，我喜欢用泡的，用煮的呢，也可以，但不要太久，火不要太大，不然你很容易高汤会酸酸的。这第一，再来味道会太苦涩，这是我的经验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所以用泡的我觉得最好。再来准备等一下要炒的料，干香菇3朵，你可以去买这个肉啊比较厚的，会比较好吃。干香菇就切成细条状。结头菜我这边是半颗，结头菜用串枪的方式串好，我们先放着。来，这边是2杯米的量，洗干净了放进来。把刚刚的结头菜直接铺上来，再把干香菇铺上来。虾米对虾会过敏的，你就可以不用加。好，再来我用的是五花肉，你要把它改成鸡胸肉或鸡腿肉也可以。这里我就会把猪皮去掉，猪皮就留着吧。如果有煮汤啊，你们可以加进去炖。好，五花肉的部分我就会切成有点像小丁状这样。切好的肉先放到一个碗里，简单腌一下。盐1/2小匙，那有一点咸度。白胡椒粉1/3小匙，盐跟白胡椒粉先跟肉一起抓出肉的口感，还有增加它的保水性。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你的肉的粘性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我们就是要抓到这种效果出来，抓到感觉快要变肉丸子了。黑豆酱油1小匙，米酒1小匙。这样子就好了，抓入味就好了。抓好，我们先放旁边。刚刚煮好放凉的煎鱼高汤，直接倒到饭里面来。腌好的五花肉均匀的放在饭上面。最后1/3小匙，一点点的盐撒在这个饭的上面。为什么呢？刚刚的高汤是没有味道，大头菜、白饭也都没味道。加一点点盐下去，让它有个底味。你在吃这个饭的时候会更甜更香。这蒸饭的备料就这么简单，直接放到电子锅里面去，煮饭键按下去，就等它好咯。来，最后一道蒸肉饼，我运用结头菜整颗，把它切成片状之后，当成有点像千层肉饼的感觉。先来调肉饼的这个馅料，那这个绞肉你要用后腿绞肉或者是梅花绞肉都可以。再来把配料切进去，干香菇切细碎状。干香菇放下来，
金钩虾，这个要洗干净，切成细碎状，切好一样放进去。市售的红葱酥，你要用新鲜的红葱头也可以，但是香气就没那么香了。今天我有用一个比较特别的食材，但这个食材其实很好买，超市、量贩店、菜市场都买得到，就是港式的干肠。那干肠呢，就切小块。切好了干肠先放着，先不要加下去。好，开始调味，盐1/2小匙，糖1/2小匙，白胡椒粉1/3小匙，黑豆酱油2小匙。来这里因为我今天用干肠，我觉得花雕酒蒸干肠味道非常好吃，也很对味，所以我用花雕酒3小匙。家里没有花雕酒的朋友，你可以用米酒或是绍兴酒。来这里先抓出味道跟抓出筋性，抓到均匀之后。你感觉已经变成这种团状了，1大匙的马铃薯粉，没有马铃薯粉的朋友，你可以用一般的太白粉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再继续抓粉下去，你会发现越成团状，而且越扎实，这个就是粉下去的效果。一定要把它抓匀哦。像这样子之后，来干肠全部加下来。我的调味没有很多，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干肠，我干肠加比较多。所以调味上我就斟酌一下，不然会太咸哦。这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，干肠下去抓匀就好。好，完成。我准备太白粉，主要是要把这一面沾一层太白粉，放底部。其他的先沾起来，这个就要沾到2面了。再来，你把刚刚的肉馅铺到这上面来，其实有点像在夹千层汉堡的感觉。叠好之后，稍微压一下，它等一下蒸起来，它就会粘住。再来就是剩的一定会有剩一些，不可能会刚好，我们就把它做成小肉丸子，放在旁边一起下去蒸。做好之后放电锅蒸，蒸多久呢？蒸30分钟。来，小火1小时15分钟，时间到喽。我跟大家讲，这个玻璃锅它本身是琥珀色，这个汤啊煮起来真的也是琥珀色，很漂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继续小火来调味，盐1小匙，再来我的私房秘密武器，我煮汤我都喜欢这样，大概放4颗到5颗的冰糖，白胡椒粉1/3小匙，不要太多，会影响到这锅汤的味道。我的习惯调味下去会在小火煮个1到2分钟，让味道充分的出来，跟里面的食材融合。要吃之前，记不记得一开始有切一点芹菜跟葱花？煮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来直接倒下来。哇，这整个下去太棒了！喜欢姜丝朋友可以再加姜丝，再加几颗洗干净的枸杞。这一锅清炖结头菜牛肉汤完成。来，焖饭已经好了，超香的。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，它就是这样淡淡的。然后你打开之后，肉香还有什么煎鱼高汤的香气，非常对味。然后你看这个饭的软 Q 度刚刚好，要吃的时候整个拌一拌，这个饭啊带便当啊也很赞。结头菜焖饭完成，来结头菜肉饼蒸好喽，哇，香气非常香，这个非常的下饭。刚刚因为我们有沾这个马铃薯粉，所以呢它的形状看起来特别亮，而且又粘得很紧，没有想到吧？结头菜可以变化出这一些的料理，只要动一点巧思。你也可以把平凡的结头菜做成不平凡又好吃营养的料理。明天晚上你也把结头菜买回来试做看看，趁现在是盛产期的时候，好好的来享受一下结头菜大餐吧。